1942年的荷兰阿姆斯特丹，7月的一个微雨的清晨，梅普将要带着女孩玛格非法穿越德国人的检查站。玛格一家是犹太人，如果被暴露，等待他们的将是集中营。他们计划在检查站还未开启前偷偷溜过去，可当他们到达时，检查站前已然排起了队。他们来晚了。没有带证件的玛格恐惧地哭了起来。每一个表情都写满了慌张和心虚，不断打着退堂鼓。梅普故作镇定地给女孩鼓励，现在根本没有退路了，一转身就会引来德国人的注意和盘查，只能向前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大家好，欢迎来到露天电影院，我是吉利波，今天给大家带来《乱世微光》的第1集。10年前的梅普生活在一户普通人家里，整日晨昏颠倒，无所事事。养父母实在无法忍受彻夜在酒吧鬼混的她，建议让她嫁给其中一个工作稳定的哥哥，认为这样至少可以给她一个生活依靠，却遭到梅普的拒绝。哥哥给梅普争取到一个工作面试机会，这是一家正在雇佣女秘书的果酱配料公司。梅普前来面试，但是他那毫无工作经验的履历根本无法打动老板弗兰克先生。弗兰克告诉他，自己的公司刚刚到荷兰开展业务，因此需要一个有经验的女秘书，婉言拒绝了梅普。绝望的女孩最后不得不把自己的处境说出来，称如果自己得不到这份工作就得嫁人。这番话引起了弗兰克的同情，于是让他留了下来，然后指派给他的工作是在厨房里做果酱，各种口味的果酱，日复一日。几周后，梅普抱着一锅果酱来找弗兰克，声称自己应聘的是秘书，不是厨子。办公室电话一直在响，却没有人接，而自己则忙着在切水果。这时电话又响了起来，弗兰克示意他接电话。电话那头似乎是在问果酱要怎么做，梅普头头是道地解释着。挂了电话，弗兰克表示梅普可以接电话了，只是语气还要客气一点。原来打电话的顾客都是咨询果胶的用法，有了经验的梅普才可以应付自如。弗兰克为了给他这个工作机会，真是煞费苦心。正式得到工作的梅普开心极了，决定和女友一起出去庆祝一番。于是两人来到舞厅，梅普大声向女友宣布自己决定要做一个不婚者，但下一秒就被一个埋头看书的眼镜帅哥吸引了。他决定前去搭讪，男人礼貌地回应了他，可是他们似乎除了聊男人手上的变形记以外，再也没有别的话题可聊了。这让梅普断定这是一个乏味透顶的男人，于是梅普编了一个借口把男人支开，偷偷和女友奔向下一个酒吧。梅普的工作表现得到了弗兰克的认可，两人的关系也渐渐熟络起来。弗兰克把即将增加合伙人的计划都告诉了梅普。下班时，梅普想起今天是弗兰克的生日，自己曾答应弗兰克太太买个生日蛋糕，但因为实在太忙没有脱开身，于是他邀请老板去吃蛋糕，以完成这个任务。弗兰克欣然接受了。在蛋糕店，两人聊了起来。弗兰克介绍自己曾有一份稳定的工作，结婚生子，一切如意，但因为经济崩溃以及希特勒政府针对犹太人的政策越来越严格，所以不得不来到荷兰重新创业。但家人对于离开故乡颇为抵触。梅普也讲起了自己的身世，他出生在奥地利维也纳的一个单亲家庭，母亲因为特别贫穷而无法再抚养梅普，当时的梅普因为营养不良而导致身体非常虚弱，而这时荷兰的一对夫妻同意收养她，但还是小姑娘的梅普不肯离开母亲，躲在床下怎么喊都不出来。最终让她离开的原因是这对夫妻同意让她养一只小猫。说到这儿，梅普表示当时自己如果没有离开，那么现在已经死了，而那个含辛茹苦生养自己的女人，自己又该如何报答她呢？弗兰克安慰她，也许好好活着就是最好的报答。梅普也安慰老板，作为中立国的荷兰不会像德国一样，他既然能收留自己，也能成为弗兰克一家的避难所。很快，老板的妻子和女儿们就搬来了荷兰。两个小女孩很不适应，梅普决定去领养一只猫。他敲开送猫人家的大门，戴眼镜的男人出现在门口。在得知梅普的来意后，他自我介绍，他名叫杨，送猫的是女房东，可惜她没在家。紧接着就说自己很生气，那天被独自丢下后苦苦等待了很久，早已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的梅普终于想了起来。他礼貌地表示道歉，但马上坦言道，离开是因为觉得男人既清高又冷漠，瞧不起人的态度让自己很别扭。解释完，梅普转身就要走，男人马上承认那天自己太紧张了，以至于不知道该说什么。
因为梅普是他见过最好看的女孩。这一句恭维挽留了梅普的脚步。梅普和杨开始了交往，杨介绍自己曾拥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和平静的婚姻。忽然有一天，他不想再过这样的生活，于是就辞了职，离了婚，来到这里。杨的坦诚赢得了梅普的好感，两人的感情突飞猛进的发展。领养的小猫也让弗兰克的女儿们开心无比，开始接受这个新的城市。在两人的关系稳定后，梅普不仅带杨见了自己的家人，还带他参加老板弗兰克家的聚会。聚会上，大家都很担心希特勒会影响荷兰。弗兰克的好友范佩尔斯悲观地认为，荷兰不可避免地会成为希特勒的目标。梅普却固执地认为，这个中立国将会是犹太人的避难所。老板提出自己打算去美国，以防万一真的发生不测，但弗兰克太太却想留下来，理由是梅普是个热心的女孩，这让人感到安心。这次聚会，弗兰克一家对梅普的男友印象很好。很快，梅普便在家人的祝福下和杨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并搬进了杨的单间里，开始了夫妻生活。殊不知，荷兰的状况急转直下，仅仅几天的时间，德国军人就出现在马路上，荷兰女王逃往英国，整个国家被德国占领。看着满街的德国军人，弗兰克强压着纷乱的情绪工作，但大家其实都能感受到。这一天下班时，老板将梅普留了下来，偷偷告诉他，他们申请美国的签证被拒签了，逃难的路被封死。为此，他掩面抽泣起来。现在唯一可行的就是想办法把一家人藏起来，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躲藏，因此需要有人帮助送食物和生活用品以维持。梅普表示自己愿意帮忙，但弗兰克告诉他，这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梅普需要好好思考后再做决定，而且必须要与丈夫商量好。这个风险极大的事儿，一旦败露，必定祸及自身。但梅普却认为自己完全可以决定。守口如瓶是计划实施的关键。当好友问起弗兰克一家的近况时，梅普草草带过，并马上转移了话题。但显然，此时对犹太人的政策开始变得严厉起来，满大街的标语让人无法回避。而冰淇淋店的犹太老板因为抗议德国人骚扰自己的顾客而被当街击毙的事儿，更是引起了梅普的极大反感。好友对此事表现出的冷漠和麻木，更让梅普感到吃惊。她回到家就忍不住与丈夫抱怨起来，这种愤怒源自她内心的恐惧和不安。第二天，弗兰克的好友范佩尔斯来到梅普家，他告诉梅普，弗兰克的大女儿玛格收到了通知，将要被送往集中营，所以弗兰克一家决定把计划提前。他们连夜来到弗兰克家，家里已经乱作一团。小女儿安妮不想离开，她舍不得丢下猫。弗兰克太太请他们帮忙把一些衣服偷偷运到躲藏地点。为了不引起注意，梅普和丈夫只能把所有衣服都穿在身上。弗兰克太太认为当晚就应该前往躲藏地点，但弗兰克不同意。争执中，弗兰克太太情绪失控了。梅普自告奋勇地挑起了护送任务，他表示第二天一早会带玛格通过检查站。当梅普和杨穿着厚厚的衣服回到家，杨终于忍无可忍地生气了。他认为梅普完全没跟自己沟通，完全没有在乎别人的感受，只是想做一个孤胆英雄。这种不信任人的做法令人既失望又伤心。确实，梅普必须相信丈夫，这件事不是一个人能够完成的。于是，这对小夫妻终于和解了。清晨，梅普如约而至，两人冒雨离开了家，扔掉带有标记的外套。他们决定在检查站还未开启前偷偷溜过去。可当他们来到检查站时，已经排起了队。他们来晚了。没有带证件的玛格恐惧地哭了起来，每一个表情都写满了慌张和心虚，不断地打着退堂鼓。梅普告诉女孩，现在根本没有退路了，一转身就会引来德军的注意和盘查，只能向前孤注一掷。他命令女孩要装作若无其事地拼命讲话。女孩照做了，把所有的恐惧化作喋喋不休的废话，在梅普的带领下硬生生地冲过了检查站。当卫兵厉声命令他们停下来接受检查时，梅普满脸无辜地大喊自己上班就要迟到了。终于，两人惊心动魄地通过了检查站，安全地来到了公司。
梅普把女孩安置在办公室后隐蔽的小阁楼上，这就是老板一家匆忙选中的躲藏地点。We made it. You're safe. 离开阁楼，如同经历了一场生死历练的梅普努力平静自己的情绪，而这时屋外传来的脚步声让她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门被打开，原来是因为担心而偷偷尾随她的丈夫杨。梅普扑进了丈夫怀里。好的，剧情就介绍到这里。本片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而成，片中弗兰克的小女儿安妮就是著名的《安妮日记》的作者。这本发行量仅次于圣经的国际畅销书，被翻译成英语和其他66种语言，多次被改编成戏剧和电影。这次被拍摄成剧集《乱世微光》，还未播出，烂番茄影评人评分就高达满分100分。想必不仅仅是对影片本身的制作打分，更多的是来自于这个具有深刻历史意义的事件本身所带来的跨时代的意义。每一次翻拍都在警示大家永远不要忘记战争对普通人带来的伤害，拒绝战争是人类永恒的主题。而对于疫情过后的地球，一个还在被俄乌战争牵动的世界，战争依然是一个对所有人来说并不遥远的话题。让我们重温这个故事，让我们反对战争，反对任何披着各种伟大理由和借口挑起的战争，反对用普通人的生命换取政客们的丰功伟绩的战争。感谢大家的耐心观看，喜欢我们的朋友请点赞关注，您的支持是我们最大的动力。我们下期见。